发小大勇下乡去黑龙江兵团农场，第一年春节没有探亲假，非要回天津探亲。他胆子太大了，步行90里地去坐火车，路过小兴安岭原始森林，碰见野兽，真是胆大人的悲剧。我8月31号生日，比发小大勇大一天，我们就是两种命运。我是67届下乡到河北省，他是68届下乡到了黑龙江兵团农场。我和大勇住在天津老城里对门院。小时候到下乡之前，我们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玩。他从小胆子就大，几岁的时候我们俩打起来了，打得连滚带爬。我们俩谁也不服气。那天我用铁丝绑了5个钩子，还做了一个长把，像猪八戒拿的耙子。他用铁片做了一个刺刀。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杀红了眼。他拿着刺刀冲过来，我过去照着他脸上就是一耙子。他急了，拿着刺刀朝我肚子就捅进来了。我肚子扎破了，差一点就把我捅出事儿来了。我差一点就把他眼睛扎坏了。我们两个人都吓坏了，跑回家。回去后都挨父亲一顿骂一顿揍。我们俩小时候都爱看电影，没钱买票，那时候看电影的人多，影院都是好几百个座位。放电影检票时，2个工作人员在入场两边查票，我们两个人就在中间位置，跟在大人后面往里挤。有一次我们俩在和平路人民剧场被查票的抓住了，人家把我们两个人举起来，走到剧场门口，把我们俩摔在地上。我吓哭了，不敢看了。发小大勇不但没哭，还是不怕。等了一会儿，趁人多的时候，他又挤进去了。我可不敢进去了，自己回家了。上山下乡前一段时间，我们两个人天天在门口练举杠铃，练摔跤。我们还天天晚上跑步，跑4面城，就是从天津南马路跑到东马路、北马路，再转到西马路一圈，一共10里地。那时候我们俩15、16岁，体力好，根本不知累。天天上午去水上公园、东湖游泳，来回步行就是20里地。一天我们俩走到6里台，就是今天双峰道维京路那个位置。这时来了4个5、6年级的男学生，其中一个拿着口哨说：“把军帽给我们，还有把牌交出来。”牌就是纪念章。我们俩一看不好，遇上劫道的了。小学生就干这种事儿，真是文革乱世。拿哨的那个学生说：“你们要是不拿，看见后面那么多人，哨声一响就跑过来，今天你们俩就活不了了。”我有点害怕了，犹豫了。发小说：“别怕。”大声说：“小王八蛋嘛，还想劫道。”说着就打倒一个，我也跟着摔倒一个。这时哨声响了，远处追过来好几十个学生。我们俩拼命的跑，后面的人就追。我们俩一直跑了3、4里地，那帮学生追不动了。我们俩跑到水上公园东湖边，一看远处没有人追了，就在东湖游泳玩了一会儿。那年春节前，我从下乡的河北省昭强县回到天津探亲，转天去发小家看他回来了嘛，正好看见他爸爸他妈妈接到农场来的噩耗电报，当天就坐火车去了农场。几天后，他爸他妈回家后，像傻子又像哑巴了一样，跟任何人不说话，也没有表情。第2年春节前，他妹妹告诉我，他哥哥的农场第1年没有探亲假，他哥哥就和兵团的一个人春节前偷偷回天津探亲，用爬犁拉着行李，步行90里地去龙镇火车站上车，
路过原始森林，在路上2个人都被野兽吃掉了。